这一周币圈可以说是风起云涌，比特币再次突破12万美元， Strategy 公司又一次豪掷买入比特币。新加坡的 Token 2049峰会成了全球资本和项目方的秀场，华尔街机构们也不再观望，开始正式入场布局。银行在上链，机构在买币，连生物科技公司都冲进了 DePIN。从比特币、以太坊到稳定币的企业链，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正是一场金融版的工业革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加密周周报。每周我都会帮大家梳理币圈最值得关注的新闻，让大家用最短的时间快速搞懂加密世界正在发生什么。因为我们频道刚刚开始，制作一支影片要花好几天时间，如果大家可以花几秒钟点赞和订阅，真的对我们帮助很大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这周最大的焦点无疑是新加坡的 Token 2049，这场大会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很多传统金融论坛。在首日最受关注的演讲中呢，华尔街知名分析师 Tom Lee 抛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，他认为2025年将是华尔街自1971年美元脱钩金本位以来最大的一次宏观转型。在这场变革中呢，以太坊可能会成为最大赢家，比特币依然有巨大的上行潜力，而稳定币和数字资产储备策略则正在重塑整个全球金融格局。他的预测非常激进啊，比特币未来价值可能在140万到220万美元之间，以太坊有潜力突破历史高点，最高甚至可能达到6万美元，而稳定币则会成长为新型金融基石，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债持有者。那这些预测对加密世界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来帮大家梳理3个关键点。首先呢，是华尔街真的要下场了。汤姆利打了个比方说，1971年美元脱钩之后，华尔街基于美元创造了一整套金融工具，而现在呢，华尔街正在用区块链和 AI 打造合成资产的新时代。换句话说，加密资产不再是边缘市场，而正在成为新一代金融的基础设施。第二呢，以太坊被点名是最大赢家。汤姆利强调，机构不会去选择封闭的企业链，而会倾向选择开放、中立、去中心化的公链，而以太坊正好具备这些特质，并且已经在链上锁仓和生态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。未来机构的大量创新可能直接发生在以太坊生态。第三呢，稳定币的金融地位正在大幅提升。目前稳定币已经是美国前10大美债买家，持仓达到2800亿美元。如果规模突破1万亿，它将成为全球第1大美债持有者。这不仅仅是加密市场的新闻，而是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大变化。接下来这一条新闻可以说是本周最值得深挖的新闻之一。Layer 1 区块链正在成为新的战场，而且这一次不是小团队，而是企业巨头亲自下场，搭建属于自己的公链。消息来自 Apriori 创始人 Ray Song 的解读，他直言呢 Layer 1 的竞争已经发生了质变。过去开发者选链的逻辑其实很单纯，想要生态最全就去以太坊，想要速度就去 Solana， 想要主权呢会去 Cosmos。可现在故事变了，大公司开始自己造链， Coinbase 推出了 Base， 币安有 BNB Chain， 而这周最重磅的消息就是支付巨头 Stripe 宣布要推出自己的 Layer 1 Tempo。 为什么 Stripe 要这样做呢？ Ray 的解读很到位，这是一个结算层战略。在传统金融里，清算和结算虽然不在用户视野里，但真正的利润和杠杆就埋在那一层。Stripe 推出 Tempo 就是要把这块价值牢牢抓在手里，它不仅能保证费用可预测、结算稳定，还能直接把数百万商户迁移到链上。换句话说呢， Stripe 把自己20年的支付网络整个打包带进了加密领域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最直接的变化是 Layer 1 不再是中立的基础设施，而成了企业的护城河。过去我们说公链是大家都能公平竞争的赛道，但当 Stripe、Coinbase 这样的巨头下场之后呢，他们手里有牌照、有合规经验、有分销渠道，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把自建的链推向数百万商户。对原生团队来说，这几乎不是公平竞争。不过企业链的优势是规模和合规，他们的短板也同样明显。他们不会碰隐私功能，不会冒险去搞激进的 DeFi， 每一次更新都要经过法律部门的审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真正的突破依然会发生在无需许可的链上。DeFi、跨链整合还有文化认同，这些才是加密原生创业者的舞台。
比如以太坊的开发者文化、比特币的数字黄金叙事，都是企业链学不来的精神号召力。所以未来的格局可能会分层，企业链承载的是合规的大流量，适合低风险稳收益的资金，而无许可链依然是高波动高机会的创新前沿。两者并不是零和竞争，而更像是一种互补关系。企业链带来保守资本，无许可链继续创新，等它们成熟之后呢，再被巨头吸收。具体来说 Stripe Temple 的上线会带来直接的冲击，凭借 Stripe 现有的数百万商户， Temple 一旦落地就能立刻形成规模效应，这对以太坊和 Solana 来说都是实打实的竞争压力。短期来看呢，机构和保守资金大概率会优先流入企业链，比如 Base、Temple， 但从长期来看，去中心化公链依然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温床。第3条新闻，我们得聊一聊本周比特币领域最大的新闻之一，比特币重返12万美元。两家重量级公司 Strategy 和日本的 Metaplanet 再次大手笔增持比特币。先说最大的新闻，全球最大的企业比特币持有者 Strategy， 它的比特币储备价值再次刷新纪录，达到了774亿美元。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多家国际大银行的市值，还相当于一些小国家的全年 GDP。Strategy 目前持有大约64万枚比特币，占流通总量的 3.2%。最近一周呢，公司又以2210万美元的价格买入了196枚比特币，继续增持。那目前呢 Strategy 公司累计已经投入了473.5亿美元，平均持仓成本大约在73983美元。虽然这次的买入金额相比过去动辄上亿美元小了不少，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Michael Saylor 的公司依旧在持续加仓比特币，并且选择在价格回调时果断入场。那 Strategy 的持仓是发生在比特币冲上12万美元之前啊。不仅是美国公司在行动，日本的 Metaplanet 也在紧跟脚步。他们最新一轮增持斥资6亿美元，购入了5268枚比特币，平均成本大约是 11.6万美元。总持仓达到了30823枚比特币，市值大约是36亿美元。值得注意的是 Metaplanet 在2024年末的比特币收益率一度高达 309%， 虽然今年增速放缓，但仍然保持 33% 的高水平。更重要的是呢，这让 Metaplanet 成为全球第4大企业级比特币持有者。从整体市场看呢，上市公司合计持有超过100万枚比特币，占比特币总供应量的 4.7%。如果加上 ETF、政府、交易所及私营公司，总共大约380万枚比特币被锁定，占流通供应量的近 20%。这意味着呢，市场上可流通的比特币越来越少了。那这些新闻对币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得结合最近的10月份 October 牛市氛围来看。在过去，企业买比特币是少数先锋行为，比如像 MicroStrategy 这样的极端玩家。而现在呢，日本 Metaplanet 也在大手笔入场，这说明比特币正在从极客玩具升级为企业的战略资产。在全球通胀和货币不确定的背景下，把比特币当作数字黄金，就是企业对冲法币信用风险的新玩法。第二个呢，是比特币的流通量缩紧，市场更容易被点燃。超过100万枚比特币已经被企业锁进了金库，市场上可以交易的筹码越来越少，就像有人在悄悄扫货，你可能在盘面上看不出来，但火一旦点燃，价格就会快速上涨。这也是为什么每到了10月份 October， 比特币的行情往往比预期更加猛。那第3个呢，是美国华尔街已经在行动，亚洲公司也敢重仓入场，这意味着比特币的储备资产地位正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同。如果更多亚洲企业跟进，企业持仓可能会迎来第2个爆发期。接下来我们聊聊传统金融巨头与区块链的最新合作。Swift 携手 Consensus 搭建区块链结算系统。根据周一的公告呢，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正在联合30多家金融机构和以太坊生态开发商 Consensus 打造一套全新的区块链结算系统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实现全天候实时跨境支付，还能和现有及新兴的金融网络互通，同时保证完全合规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个平台不是直接把比特币或以太坊丢进去，而是为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安全、高效、数字化的结算通道，支持代币化资产交换。具体支持哪些类型的代币呢？将由各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决定。
要明白这事儿的重要性，先看 SWIFT 的影响力。全球超过11500家机构，遍布200多家国家，都在用它进行跨境交易。过去呢 ，SWIFT 的价值主要是安全传递金融信息，减少错误和欺诈风险。它甚至可以通过制裁手段，把某些国家或银行踢出全球金融体系。想想看，它的权威性有多高。现在呢 ，SWIFT 正在把传统金融通信系统扩展到数字资产世界。早在2024年，它就开始探索代币化和共享账本模式，在北美、欧洲和亚洲做数字资产试点，试图让多种数字资产和法币在其网络上流通。这次和 Consensus 合作，意味着区块链正在成为银行核心基础设施的一部分。对于银行来说呢，这是一场升级，交易更安全、更高效，还可能大幅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和时间。最后我们再来聊一条非常劲爆的消息，现实世界资产 RWA 正在加速上链，从银行到生物科技，区块链正渗透每个角落。咱们先说 Tether， USDT 的发行方正在进行一轮高达200亿美元的超级融资，公司估值可能冲到惊人的5000亿美元，投资者阵容也很豪华， SoftBank、ARK 等大牌都在上面。Tether 不只是搞稳定币，还在扩展它的基础设施、能源和风投业务。赚钱的方式呢，越来越多元化了，简直是赚钱机器的升级版。接着看链上股票，美国 SEC 正在研究让传统股票也能上链交易。如果批准呢，意味着股票可以全天候交易，再也不受纽约股市9点半到4点的限制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在交易所上面的代币化股票可能马上就能24小时操作。第3条是传统银行也会上链，摩根大通的 Kinexys 平台刚刚新增卡塔尔国民银行，用于企业美元支付，每天会处理30亿美元的交易，全天候运作。最后呢，生物科技公司也会上链。Predictive Oncology 成为首家把金库资产全配置在 DePIN 代币 ATH 的上市公司，总额大约有 3.44 亿美元。ATH 提供全球 GPU 云计算资源，让 AI 和高性能计算真正的跑在区块链上，这意味着科研和计算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硬件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实世界资产 RWA 正在大规模的上链，区块链正在重新塑造资本的运作方式。那以上呢是我们梳理的最近一周加密货币圈最重大的新闻事件，我们将持续关注最新的加密新闻，每周给大家播报。大家如果想获得最重要的新闻进展，可以关注我们栏目哦。那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有想了解的币圈信息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还没有点赞订阅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